中国这经济是真的不行了。以前说民营企业破产、打工人失业，那都是小事，现在连政府部门都发不出工资了，这可真是让人大跌眼镜。说个最新鲜的，湖南某派出所的干警最近连着好几个月工资都发不出来了。这事儿还是他们跟一个做服务的老板聊天时说漏嘴的。那干警还自嘲说：“你们好歹是自由的，我们还得天天加班。”老板说：“加班不是有加班费吗？”结果这干警苦笑着说：“别提了，连基本工资都没有，哪来的加班费？”这种事在湖南可不是个例。我找了一圈，好家伙，中国各地都是这个样子。河北沧县、唐山的体制内人员工资都发不出来了，连取暖费都没有，大冷天的还得穿着夏装坚持上班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些警察连牢骚都不敢在微信上发。为啥？因为一发就是违反政治纪律，分分钟给你开除了。我们再看看广东这个经济大省，按理说广东是中国最富的省份了吧？可现在连广东的警察都在降薪。一位副所长透露，全部警察都在降薪。更惨的是梅州市，这地方已经发了内部文件，说要保6争8。啥意思？就是保证发6个月工资，争取发8个月工资。这还是在经济发达的广东啊，其他地方可想而知。要说最惨的，还得看福建莆田市的辅警们。2024年的工资到现在只发到7月份，已经拖欠4个月了，而且五险一金也没给他们交。这些辅警的基本工资才2700元，第2年涨到2800，每年只涨100块。你说这工资在莆田这个房价动辄上万的城市，够干啥的？更离谱的是，同一个莆田市，隔壁城乡区的辅警工资比他们高800块，凭啥呀？现在很多基层公务员都开始化整为零发工资了，有的1个月的工资分3次发，月初发1点，月中发1点，月底再发1点。这么发工资的方式，说白了就是在拆东墙补西墙。而且很多地方的事业编制人员连绩效奖金都没有了，就剩个基本工资在那。最新数据显示，2014年到2018年期间，公务员工资每年或每2年都会涨一次。尤其是乡科级以下的基层公务员，职务工资涨幅能达到6-7成。可到了2020年，这个趋势戛然而止了。现在呢，不但不涨了，连发都发不出来了。这还不是最夸张的。我和几个在体制内的朋友聊天，他们说现在各级地方政府都在欠债。为啥会变成这样？一方面是土地财政不行了，卖地收入大幅下降；另一方面是房地产税收少了，而且很多中小企业倒闭了，税收也就跟着少了。就这么个恶性循环，最后苦的还是基层公务员。以前老百姓羡慕的铁饭碗，现在也开始生锈了。深圳这种1线城市的公务员工资还能保持在1万多，但是2、3线城市的公务员工资早就跌到6-7千了。更不用说那些临时工和合同工，买了五险一金之后，到手能有3000就不错了。这帮官老爷现在是真的难啊！以前发工资拖个1-2天算是新闻，现在拖个3-5个月都不算事儿。这不免让人想起那句老话：黄粱好吃众人知，谁知黄粱没处提。看来在今天的中国，连黄粱都成了奢侈品了。政府发不出工资了，那他们会怎么办呢？当然是想尽办法创收啊。这不，最近中国各地都爆出了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创收方式。先说说最夸张的，中国媒体报道显示，2023年中国16个省里面，有7个省的罚款和没收收入大幅增长。重庆和北京这2个地方的涨幅最吓人，分别达到了 22.4% 和 21.9%。而且更有意思的是，很多地方政府干脆就不公布罚款记录了，
这是不是说明这数字已经到了让人不好意思见人的地步了？河南那边的情况更绝。一位网友跟我说，现在警车天天在路上转悠，就像是在打仗似的。以前因为小事儿顶多拘留几天，现在动不动就要刑事拘留，就算不够判刑，也得先关你几个月。这网撒的是越来越大了呀。他说，现在看守所关的人比前几年多了好几倍，警察抓人都有任务指标了。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，现在办案的人还会提醒被抓的人拿钱。啥意思？就是让家里人先交个取保候审费，放你出来1、2个月，然后再把你抓进去，这回就不放了，直接走程序等着判刑。这是不是很像那些老套路啊？先给你尝点甜头，然后再狠狠地坑你一把。连医保都成了创收的新渠道。现在很多地方的医保一年比一年涨，而且还把医保和教育挂钩，不交医保就不让孩子上学。有些老百姓觉得小病用不上，大病也治不起，干脆就不想交。但是有孩子的家庭就没得选择，不交就等于断了孩子的求学路。最神奇的是，现在各地警察还开始抢案子了。有网友给我讲了一个真实案例，有个云南普洱的女士，她男朋友以前在缅甸做生意，用了她的身份证去办卡帮别人转账。结果这事儿被河北警察查到了，说这钱来路不明。后来河南公安又插了一脚，两边为了这个案子还打起来了。最后河北把人给了河南，但是男的还是被关在河北。你说这警察抢案子抢成这样，图啥呢？不就是创收吗？别以为只有普通人遭殃，职业学校的学生也成了提款机。很多职校的学生在校期间就跟贷款公司、催账公司签了工作合同，这事儿还是政府和学校推动的。等这些学生一上班，从老板到员工全都被抓了，说是诈骗团伙，发的工资被认定为赃款要没收，还得缴罚款。这帮孩子们白干不说，还得倒贴钱。我跟大家说个更吓人的数据，据知情人透露，现在重庆一家汽车零部件工厂有100-200名残疾工人，国家给每个残疾人每月都有1万多的补贴，但是这些钱全被公司吃掉了，每人就发几百块。这一年下来，光是克扣残疾人补贴，这家公司就能创收2-3千万。而且人家还挂着福利企业的牌子，享受税收优惠和政府采购待遇呢。看到这里，大家大概明白为啥最近老有人喊活不下去了吧？一位维权律师分析说，现在这情况非常危险。警察等维稳人员拿不到工资，要么就是出工不出力，要么就是自己创收。这创收的结果就是乱罚款、乱收费越来越多。而且更严重的是，这种情况会让政权的不稳定性大大增加。你想啊，连维稳的人都快维持不住自己了，还怎么维持社会稳定？说完了警察创收，咱们再来看看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。大家知道不？中国那个庞大的维稳系统现在也快撑不住了。福建莆田市涵江区有700多名网歌员，他们的月薪只有可怜的2200元，结果连这点工资都被拖欠了半年。这帮人可是每天在街头巷尾盯梢的眼线啊，现在连他们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，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？这事儿一爆出来可了不得，中国各地的网歌员都坐不住了，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吐槽。山东有人说烟台莱阳已经3个月没发工资了，还有人说我们都6个月没发了。你看看这维稳经费都到哪儿去了？但是更有意思的是，尽管发不出工资，各地还在继续招聘网歌员。今年7月，济南高新区顺华路街道办事处一口气要招74名专职网歌员，条件倒是挺高，要45岁以下，还得有大学学历。工资呢？3700元，还每期名约10发工资。
这工资在济南估计连房租都交不起吧。深圳宝安区更绝，9月份还在招网格员，要求35岁以下、大专以上学历。但是最逗的是，人家连工资都不好意思写出来了。这种工作，你说谁愿意来干？可偏偏还真有不少年轻人投简历，这不都是被高失业率逼的吗？有个武汉的知情人告诉我，现在网格员工作量大增，但是人手却在减少。以前一个岗位好几个人，分早中晚班，现在好了，一个班就剩一个人。而且为了省钱，一部分工作直接甩给物业了，工资发不出来，还得天天盯着老百姓，这心里得多憋屈啊！但是你别以为网格员就这么消停了，他们可是把这个当成维稳重器啊！今年3月，国务院还专门发文件，要求每个城镇社区每万人配置18名社区工作者。这算下来是个啥概念？一个500万人口的城市就得配9000个网格员，这么大的开支，地方政府上哪儿找钱去？更绝的是，他们现在又想出了新招，让外卖小哥当随手拍随手报的兼职社会监督员。6月份，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文件，要求加强外卖员的党建工作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想让这些骑手在送外卖的时候顺便当眼线。这招省钱是省钱了，但是你想想，连饭都吃不饱的外卖小哥能帮你监视谁去？有专家分析说，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地步，维稳费用省不得，但是钱又不够用，那怎么办？只能学毛时代的办法，发动群众运动，让老百姓免费互相监督。以后啊，老师、护士、警察可能都得兼职当随手拍的监督员。据统计，今年7月到9月，中国就发生了937件群体性抗议事件，其中41%是劳工抗议，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7%。而且这些抗议活动比往年提前了2-3个月。往年都是快过年的时候讨薪，今年从9月份就开始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老百姓是真的等不及了呀。有意思的是，广东和陕西成了抗疫重灾区。这也不奇怪，广东是中国的制造业中心，农民工最多，工资拖欠的也最厉害。但是陕西怎么也跑到第一线去了？这里面有什么猫腻？恐怕得好好查查。我听说现在中央都坐不住了，11月19日专门开了个视频会议，说要依法从严，从实纠治各类欠薪问题。可是这不就是句空话吗？地方政府都穷得叮当响了，你就是开10个会、20个会有啥用？用一位专家的话说，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想解决但没有钱，很困难很困难。看来中国这个庞大的维稳机器马上就要因为缺钱而生锈了。但是说实话，这对老百姓来说未必不是件好事，毕竟少一个监控就多一份自由，你说是不是？